近日，北约大国德国国防部长克兰普·卡伦鲍尔宣布，德国驻阿富汗部队已全部完成撤离。阿富汗战争自2001年以来，至今已经整整20年。就像西方知名人士所说，阿富汗战争彻底宣告了西方在中东的失败。除了德国外，其他北约成员也在陆续加速撤离阿富汗。最受关注的莫过于美国。宇宙第一强国是如何在号称帝国坟场的阿富汗铩羽而归的？我们来回顾一下美国在阿富汗战争的基本流程。2001年，本拉登制造了911事变，其受到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庇护。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要求塔利班政府交出本拉登，被拒绝后，美英多国联军与阿富汗北部组织达成协议，于当年发动了首次空袭，共使用了50支导弹、15架战机和25枚炸弹。同时，马扎里沙里夫战役采用地毯式轰炸，在多次轰炸和地面火力的覆盖下，塔利班已经全面向东南山区溃退。此后陷入山洞战。由于美军高度依赖现代装备，而其无法在复杂多变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山区发挥作用，导致美军无法剿灭塔利班组织。在2001年，美军击毙本拉登，阿富汗战争开始迎来转折。次年，奥巴马访问阿富汗后，宣布阿富汗战争即将结束。于2014年正式宣布阿富汗战争结束，美军慢慢开始从阿富汗抽身。直到2021年，美军要派里根号航母掩护美军于今年9月11号之前全部撤离，阿富汗战争才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其实，这和古代的中国遇到的情况何其相似，但是结果和方法天壤之别。当年汉武帝彻底击败匈奴后，匈奴虽然再无挑战大汉帝国的能力，而中原与西域没有了匈奴的阻拦，交流大大加深，彼此商业互通。但是匈奴贼心不死，屡屡劫掠来往商户，对此西域各国敢言不敢怒。汉武帝为此出动14万骑兵，大大打击了匈奴军事实力，并设立了西域都护府，都是为了本国安定和利益。为何两者差别如此之大？首先从出发点来说，大汉和美国都是世界军事强国。大汉是为了本国安定和西域各国的利益，美国仅仅是为了得到阿富汗这块战略要地。其次，从手段来看，两者都发动了战争，但是美军所采取的是所过之处尽为废墟，而大汉采取安民政策。最后从结果来看，大汉的西域都护府使得西域各国过上了安定和富裕的生活，美国使得阿富汗人民自此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许多当地百姓逃离故土，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美媒估计，在美军全部撤退后6个月，塔利班将重新执掌阿富汗，这将彻底宣告美军在阿富汗20年付出的1.2万亿美元付之流水。我们重新回顾历史，深深被祖先的高深智慧折服。据俄罗斯媒体卫星推社的消息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7月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看到了中国在对西北地区建立洲际导弹发射井以后，美国对目前中国核武库的增长速度感到十分的焦虑。为此，美国国务院再次呼吁中国同美国间尽快展开务实合作，进行削核谈判，避免发生破坏稳定的军备竞赛。事实上，从美国国务院的呼吁这一点中可以看出，美国当下为了遏制中国的核能力而进行了一场自编自演的拙劣闹剧。美国的做法无外乎让所谓的独立非政府机构介入，拿出一份中国核能力迅速增长的报告作为理由，迫使中国走上谈判桌。然而以世界和平的名义，要求中国加入核裁军队伍，特别是在限制中程导弹发展的那部分，更是美国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不过相信这对国人来说都已经见怪不怪，毕竟营造中国威胁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媒体以及官方来说已经是一件家常便饭的事。就在前不久的北约峰会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一直在渲染中国威胁，甚至还把中国称为系统威胁。现在美国国务院又大肆夸大中国的核力量，也不过是其宣传中国威胁的手段而已。需要知道的是，除了在军事领域中渲染中国威胁以外，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领域也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国。近几年来，美国在经济贸易领域肆意制裁和打压中国，在政治上恶意诬陷和造谣中国。特别是疫情爆发以后，美国急于转移国内社会矛盾，又担心其世界霸主地位被取代，于是将病毒科学问题政治化，在病毒溯源问题上打小算盘，企图抹黑遏制中国发展。而在谈到美国仅仅全力夸大中国核威胁的原因时，大致的观点主要分为2种。其一，核武才是美国唯一听得懂的语言，中国无论是造航母还是造轰20，美国都不会大肆渲染，但核武就不一样了，这玩意儿是真的能对美国造成巨大的伤害。其二，当前美国已经相继退出了2个重要军控条约，目前只剩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1项军控条约，这样国际社会的军控形势便不容乐观。因此，美国开始大肆夸大中国的核力量，甚至宣称中国已经威胁到世界安全稳定。但世界稳定不稳定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就如同著名的国际关系专家金灿荣所解读的那般，当美国政府呼吁展开务实合作时，说明中国是做对了。
在6月30号，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前国防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去世，而这个极端反华的美国鹰派就这么挂了。中美民间舆论竟罕见一致，他曾做出哪些罪行？拉姆斯菲尔德曾在福特和小布什2位美国前总统手下担任防长，而他则是一个极端反华的美国鹰派代表，他就是中国威胁论主要推动者。当年中美南海撞击事件和他也有些关系，而且对待中国的态度一向傲慢，他曾在国会上傲慢叫嚣，中国是一个我们希望并祈祷以有秩序的方式进入文明世界的国家，暗讽中国不是文明国家。放眼全球，都没国家有资格这样说。中国4大发明出来的时候，美国还在刀耕火种，200多年的历史也敢自诩文明国家，真是贻笑大方。他曾经多次贬低抹黑中国，然而在他走之前却看到了美国已经不能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讲话了。然而在美国反华既是政治正确的背景下，他甚至也被美国人极度讨厌。美国大西洋月刊曾评价，拉姆斯菲尔德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是911事件后所有灾难主导者，无论美国政府转向什么错误的方向，他一定会第一时间嘲笑谨慎者，把美国推入更深的深渊。他那致命的判断，只有他的绝对自信才配得上。他至死都认为自己做的都对，而美国野兽日报也刊文称，不要哀悼这位国防部长，这位主导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防长害死了40万人，更让世界数十万人陷入暴力和恐怖，他却逃脱了惩罚。他的错误自信让美国深陷战争泥潭。文中还列举其个人冷血麻木的一面。曾被问到如何为阿富汗重建提供安全保障时，他冷笑表示：为何美军从不干这事儿？当一些美军士兵提到希望加强装甲防护，避免遭受袭击时，他表示，军队是用来打仗的，士兵不重要，重要的是赢得战争。更讽刺的是，他挂之前，美国正全面从阿富汗撤军，在别国发展的时候，美国却热衷于一场场战争，深陷泥潭，搞垮了美国。美国人或许对他厌恶，但美国军工巨头们可是对他感恩戴德。而对他恨得最深的应该是中东人民。阿富汗战争夺去了约14.7万人的生命，伊拉克战争夺取了至少26.7万到29.5万人的生命，这还是保守估计。洗衣粉骗子、战争贩子、顽固不化的帝国主义者，双手沾满世界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他的名字必须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日前，土耳其正在举办一场大规模的空中演习，演习邀请了包括巴基斯坦、阿塞拜疆、卡塔尔等国的空军参与，而各国参与的机型更是令人关注。土耳其依然是 F-16和 F-4战斗机，巴基斯坦派出了枭龙战机，阿塞拜疆派出了米格29战斗机，而卡塔尔空军拿出了王牌的阵风战斗机。印度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而根据媒体最新消息，巴基斯坦的枭龙战机出乎外界意料的以6-2的高比数击败了卡塔尔空军的阵风战机，这使得印度军方极为担忧。印度空军认为，巴基斯坦可能已经从卡塔尔空军获得法国制阵风战机的相关参数，从而找到了该战机的弱点。印度更为担心的是，巴基斯坦迟早会把这些情报信息分享给中国。印度一直怀疑巴基斯坦暗中在通过伊斯兰兄弟国家来获得印度装备的战斗机的参数。屡屡有情报显示，巴基斯坦派出飞行员前往其他国家试飞印度装备的同类机型，以摸索对抗印度空军的办法。巴基斯坦空军长期以来使用性能优异的 F-16战斗机，飞行员实战经验和技术都得到了全球的赞誉。如果再获得阵风战斗机的技术参数，意味着印度空军作为依赖的王牌失效，无疑将处于非常不利的态势。而巴基斯坦飞行员则将枭龙战机的优异性能发挥到了极致。据外媒报道称，此次演习自6月21号举行至7月2号，地点位于土耳其科尼亚的第3喷气机基地。除了土耳其空军的 F-16、KC-135 和 E-7A 等多型战机以外，还有北约的 E-3A 空中预警机、卡塔尔空军的阵风、阿塞拜疆空军米格29和苏25，以及巴基斯坦空军 JF-17雷电战机参加演习。此外，还有包括日本在内的近20多个国家派出观察员参与。巴空军向全球展示了枭龙战斗机的先进性能，以及自己出色的飞行技术和实战能力。这无疑像一记巴掌，重重地打在了印度人的脸上。而印度未来要面对的不仅是巴基斯坦的枭龙，还有中
中国的歼10、歼16，甚至是歼20，这样的结果无疑给印度泼了一盆巨大的冷水。甚至有专家称，这次演习可能会刺激印度空军再次增购先进战斗机，比如 F-15、苏35，甚至苏57。此次演习意味着印度以平均2.45亿美元引进的阵风战斗机，并不能像印度对外宣称的那样改变中印与印巴边界的空中形势。印度方面认为，阵风战斗机这次的表现不如预期，可能是超视距攻击的能力未能发挥，最后在近距格斗中落败。但这样的说法很难站得住脚，因为阵风的近战性能极为出色。法国飞行员曾驾驶阵风在近战中击败美军的王牌 F-2。更多的可能只会是卡塔尔空军飞行员的实战水平实在很。当然，我们不得不提及人在战斗中的作用。卡塔尔空军的富豪少爷兵们常年没有实战经验，无法发挥出阵风最好的性能是情有可原的。而巴基斯坦空军自建国以来的多场空战中，击落了大量印度战机，是全球空军中实战经验数一数二的。甚至中国空军在与巴基斯坦空军的合练中，都可以感受到巴方强大的实战能力。但话又说回来，印度飞行员的实战水平真的很一般，要他们发挥好阵风的作战性能，无疑是强人所难。或许只有在法国王牌飞行员的手里，阵风才是一架真正的王牌战机。